也许商品房是他的婚房，但是珠海的别墅，我觉得大概率不是。但是姐姐愿意给他，愿意给他是，那你说就像我说的，占不占百分比呢？他们不在意百分比，他们不在意一定要每人都33%。我知道。OK， 首先你们自己要调节，你们之间要调节一下。你们自己要调节。他俩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对，一个人之常情，一个是法律文件。你们是一个组的，已经问完了 ，OK， 你要根据现在有的资料，就搞好明天的事。不是一直在重复自己的论点。这个是一个 teamwork， 你们这个自己之间调解不好，你明天怎么可以调解其他人？代教律师讲到了重点，好清楚哦，一针见血。我来列一下那个吧，你把你那个新的那个调解文件，发给我。一看这组舒缓多了，你看这时候体现重鱼的重要性。OK， 三姐弟的欢乐大调解，欢乐大调解。暖场小活动，大家一起先玩一个游戏。终于真的是，我在想，就是一开始他们进来有什么方法能让他们更先？不要暖场了，总共就只有1个半小时，等你暖完，他们就决裂了。那直接就私聊吗？他们得先打个招呼吧？对，先打招呼，然后把文件拿出来。开头的话就说，我们已经和3位委托人都进行了会面，3弟今天还是从珠海赶来，对，还给大家带来了他最喜欢的水果，舟车劳顿，希望大家可以敞开心扉，不带着过往的烦恼。诗人确实不一样。哎，他用词用的还蛮好的，过往的烦恼。诗人呢，他没说冲突，是烦恼。对，烦恼，把这烦恼而且抹过去了。就当是在当年半山的公寓里，这个好，你们都是日夜生活在一起，一同长大的孩子。哇，你写的太好了，情绪价值真是拉满，一下就把它带入到那种儿时的回忆里面。家里最常准备的水果，对，其乐融融。我的外卖应该快到了，香薰。这不是蛙哥刚才说的吗？要备香薰，用我的招了哦，对真的，他偷听到了，听到我们说话。这是我们明天调解要用的。我下去拿一下吧。哇，这个还挺漂亮的，确实，这挺好看。而且你看这儿还有一朵花，哦，挺好闻的。毕竟是70，斥巨资，调解神器。明天我再买点水果。可以一下就心情愉悦了。可以，放回去吧，很不错。这是我们巨大的优势。好的。还没和好。你的格式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我找到的跟你是不是同一份。哎，紫薇还是很少皱眉头啊。我们先找一个那个 settlement 的一个
格式模板对模板会好一点。今天的律师还算比较温和，可能明天就不会那么温和。我感觉今天这个当事人，就是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就是不能让他一直讲。他跟我们第一次见到的那个形式的，你不觉得很像吗？对，就是今天当时我为什么你说我有点急，其实我感觉你比前就比昨天要急很多。因为是这样的，我会觉得你必须把他的那2套珠海的房产纳入我们讨论的范围内，因为这样会直接影响到他后面的那个分配的 percent。他其实不在乎那个法律关系，他不在乎是因为他不想谈这个事情，是他的弱项。我感觉他跟他律师谈过之后，他肯定已经明白，就这2套房在内地的法律认证上是不可能属于他的。对，那肯定是属于遗产范围内。对啊，那这样子他走上法庭对他没有好处，他就必然被拿出来分，所以他就只能走调解。那你在调解结果上到底是说这个是原本就是他的，还是说是新给他的？当然是按法律来讲就不是他的，那就算是遗产的呀。对，他觉得是他觉得。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要今天跟他讲清楚。不是，我感觉就是我理解的调解就是不用涉及那么多法律，就是我们可以跟他科普，但是其实调解的话就是一个各方的合意，只要最后达成了一个合意，有一个结果就可以了。对，这只是一个说法。就如果你去太跟他讲法律的话，有可能他会防备你，有可能会应激。但你不能什么都不跟他攻击。他俩2个思维方式啊。就你不是说要告诉他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对资源感觉好像是要上法庭，现在不是要上法庭的。咱们俩既然在事前讨论了，要把这个所有权问题给打下来，就没必要说当场放弃。然后你放弃的甚至没跟我讨论一声。那我要当时怎么跟你讨论？你不能就直接放弃了，你不能因为当事人情绪不对就直接放弃这件事儿。这人淤在他的那一个严谨的法律的思维范式里了，但是紫薇也没跟他说明白，主要是。这是第一个，就是今天我比较急的点。第二个就是你给我说的问题太少了。当时我们应该问的，但是没有问出来。然后你问了80%的问题。其实今天一开始我是让你在问的，然后是因为你问的问题就听起来都很尖锐，然后他很明显情绪都被你激起来了，然后我觉得再这样子下去，我们会根本问不出东西。然后是后面我听到，我就只问了一个问题，就问他所有权的问题，然后你直接打断我了。那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太尖锐，我不可能只让你问所有权就是要争啊！1000万的房产你不跟他讲清楚吗？你这个预期管理没有给他做好，他明天绝对会当场发火的。可是你不是要调解吗？你调解又不是要击垮他。那我明天不说话了，可以吗？我没有这样想。就给你来说可以吗？今天确实你讲太多了，你自己不觉得吗？我觉得就是因为，然后对，因为我们是 team， 然后我们现在没有组内竞争，然后我觉得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所以你为什么觉得我做的不行呢？因为我听到了你的问题，我觉得那些有些问题不该问，然后所以现在我跟你讲了一通，你觉得那些问题该不该问？2个人都有情绪了啊，已经情绪化了，开始。包括今天这个银行账户的事情，他本来能从1000万里面拿出来大概900多万，结果最后只剩100万了。这个事情你觉得不跟他提吗？我有讲啊，我讲了这个情况就是会变少啊，然后他的态度完全就是多少就是多少呀。但你不能就这样相信啊。他说，你调解你不相信他，你能怎么办？你还一直去。对于任何一个人，他从1000万变成100万，他能是多少就是多少。1000块变100块，我觉得都很多人都不愿意吧。那你觉得现在怎么办呢？我承认你在情绪上把控很好，但你不能真的顺着他的情绪来。那你现在想怎么办？我就是觉得师傅已经跟我们说了，我们现在就讨论明天怎么样。然后你现在已经花了30分钟来指责我今天。没有12分钟。No 啊！哇，这个真的。我觉得紫薇可能要
我出去一下。哎呀，要崩了情绪，女孩。对，出去是对的。他蛮自责的，你能看出来。来，去了。对，哎呦，哭了，哎呦喂，别生气了，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觉得今天我们是一起做，然后我们没有要竞争，然后既然我擅长就跟他聊这些，我就可以多聊一些。我讲一个场外的因素，就是其实你在跟他舒缓情绪的时候，我看到2个大律师他们没在记笔记啊，就会觉得我觉得很慌，就是可能他们觉得没有挖到新的点。我希望每个当事人都能挖到新的点。行，别生气了，你该把 KPI 拿到，好吗？走吧。我错了，不然今天晚上不该跟你提这个事，对不起。没事，你先回去，我马上过来。我们出去走走吧，好吗？走吧。刚才咋哭了？我就觉得吵不完了，你在怪我的点我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了。我理解，我当时情绪太激动了，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咱俩都比较想要去就主导这次调解，因为可能都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也做了一些准备。我觉得你是有长处，而且我也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就是你会比较能理解当事人的情绪，然后你可能对我的信任也不是很够，因为咱俩之前也没有合作过，包括一些其他因素可能会导致咱俩合作的信任不是特别够，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行，握手言和一下。别生气了，没事。今天不应该把你惹哭。我哭完就好了，我不介意。 2个人一组真的是挺难。OK， 那我们以后就不说这个事儿了，好吧？就此结果。志远还是加了点分。然后明天我们都尽全力，就继续努力呗。往往这种事儿都是好事儿，它增进友谊需要摩擦。我也觉得，志远还行，可以，认怂快就行。是的，就赶紧别那个不杠着。我印象当中到现在为止的第一次比较大的矛盾。对，他们其实已经算吵架了哦。是吵啊！你批评了我30分钟、12分钟。他们2个人思维方式好像也不一样，我觉得他们理解调解这件事情有个巨大的差别。一方是想要让大家满足3方的那个需求，心理上能满足嘛。那个志远是感觉上是我条例上要一定要讲得很清楚。是的。但好像一个是已经去到法庭的感觉，一个还在前期调停。是的。好像那根本就不大一样。我觉得是阶段嘛，因为你现在他们是各自见了3个子女，对吧？那你要了解对方的真正的情感倾向以及接受度，那这个就是一个他们也是调解员跟委托人之间建立信任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把这个东西我冷冰冰的告诉你什么就是什么样的，然后你不要抱有什么期待。就搞得这么僵的话，那可能后续大家坐在一起的话，这个场景会非常的尴尬。对。是不是个感性跟理性的这种人格方面的也有关系？对，因为我看之前他们不是每个人做 MBTI 嘛，然后志远是 T 人哦 ，T 人是 thinking 优先 ，T 人会痛哦。要踢着 IT 的是吧？做 IT 的，每天都他是踢别人，不是 IT。对，就是属于比较用理性、客观。然后来看待事情的。紫薇是 F 就是情绪体验，它可能更多的就是情绪感受啊、同情心啊，然后来解决和缓解这个问题，促进合作。就是我觉得
好像也没有说特别对和错，但是他俩确实是截然不同。但是他们俩现在内部的这种内耗也要快速解决，因为始终在策略上达不成一致，后期两个人就各走各的，会一直会有个内在的张力。所以我不觉得他们这个吵架，在我的概念里，我不认为是吵架，我觉得打引号的。因为这种事情太常发生在我的身上了，而且我觉得这是有效沟通。如果你们什么都不说，有一个小本记着，然后没有这一次所谓的争执的话，你永远不知道你惹到对方的点或者不在意对方的点是什么。对，你看他们后来在那么唯美的气氛下，在路灯下，他们反而能够解开心结。我觉得紫薇，我们为什么都会比较夸赞她？就是在一个新人阶段实习，她这种是非常稳妥的，而且是让人舒服的。但是我们刚入职场的时候，难道都没有像志远一样是曾经的那个他吗？就是我们一腔的热血就想急于的解决问题，我没有错。你知道志远的问题就是我没有错。对呀，我按法律来的，我有什么错吗？在你还是一个实习生的时候，这些可能会被放大成为你的缺点，但是有朝一日你成为大律师的时候，这就是你的风格和特点。他就是雷厉风行的，他是言简意赅的，他只说重点，没有那么多客套。我喜欢这样的大律师。柳岩说这个确实是特别靠谱，因为你跟人吵架的时候，你就特别知道对方在哪个点上特别容易生气，下回气他还用这个点就更精准。我就是你就想要活生生气死我气死他，我非常的知道穴位在哪。对，我知道哪个致死哪一下呢？对。你真是毒舌大壮啊你！是。但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他们吵架的时机。对，你们自己在职场中有没有一些不合时宜的争吵的这种小例子？蛙哥有吗？对啊，我可能真的是比较那个紫薇那边的感觉的，就是我会很在乎旁边的人的感受。F 人是吧 ？F， 如果真的有矛盾的话，我觉得我提高音量已经是我最大程度。我拍戏但我很难跟人家吵架。咱就说有没有一些演员的跟您对着戏啊，他今天情绪不好。然后他在说台词的时候，跟您对的时候，那个语气让你觉得他在生自个儿的气，但是工作里头带进来了。哦，夹带私货，就是那种会有吗？但我能吸收的，可以吸收。葫芦他，因为我知道更多人在关注这个情况啊，我会让这个事情像太极这样匀，把这个气匀一下。我有点像紫薇的感觉，我很能带入紫薇那种感受，就是委屈自己吸收，为了这个事情能往下发展。明白。因为以前我们组乐队的时候，我们鼓手只要跟他女朋友一吵架，今天打鼓的声音就会比以前大一些。你就感觉今天力度很棒哦，不知道是不是在打鼓是吧？在打什么？我碰见过那个最不合时宜的时候的，也是演出的时候，我碰见过以前一个就是摇滚的那种，我崇拜一个大哥，唱了4句之后开始骂调音师啊，然后呢，关键他那个歌是摇滚乐嘛，我以为是歌词啊，就是说我以为就是他就在里头宣泄，我说我这个词儿怎么越骂越具体啊，就是歌词一般开始说人名了，我说这应该就不是那个是真生气了，然后骂着骂着这把东西扔了。这个很不合时宜吧？然后，但是我觉得他很酷，他放在摇滚歌手身上又相得益彰。我以前新人的时候，就肯定有其他演员会就是欺负你嘛。啊，欺负？对，比如说，反正指指点点啊，怎么说你走错位啊，挡住我的光啊，什么什么，他都是在所有人面前说的。哦，那更不好。对呀。你什么什么，有点下马威的感觉。对对对，然后我就忍住，因为我是一个很冷静的人，而且我也跟他一样，就是在工作的时候，我不想影响大家的进度、情绪，所有什么都不想。那但是我会每个人给3次机会。哦，有小本记着呢，3次。那如果你再来的话，我就出手了。然后最后一次他又这么说我了，在很多人面前。然后拍完这场戏，我说你来。哦。还记得是在外景的，然后我就拉到一旁，我说我每个人给3次机会，你已经用完了，你不要再这么欺负我，我一定会
跟你斗到底。然后就是我说你，因为我没有错的，我只是可能因为我后面我没眼镜，我挡住你的光，挡住你的镜头，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你可以好好说嘛，你叫我站旁边一点，我可以的呀。然后他就好害怕。哦，真的吗？哦，有效的。他是一个男生哦，之后就没有再欺负我。太好了。这是温柔的体现。我也用过这样的办法，就是我说我给一个人记3次，然后最后就是默默我给他多加2次。不要再逼我了，我已经给你多1次了。没有，他又跟他的小石头说要不要给他多1次？对，求你了，不要逼我了。不能超过5次哦。你就应该把他叫到旁边来，我只有3次，你用完了，但我会给你加2次。不要再欺负我了。但是志远有一点很值得表扬，就是他道歉的诚恳度啊，对，诚恳。因为有些人是觉得反正你对你的，我对我的，好了，就当我说错了，那我已经道歉了。哦，这样更生气。对，你成功说了一个会把人气死的，就是这个。好了，算我错，行了吧？你还要怎样？对，感觉不是打从心里的，拳头硬了。所以志远他道歉的，你能看得出来还是蛮真诚的，在有效解决。OK， 那接下来他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缓和？面临接下来的挑战是什么样？包括接下来还有一组像怡涵、文翰、洛星和启乔这一边又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一起来看。本轮调查取证的关键就在这个房间里。主子们的品味不错呢。猫窝也是豪华别墅，哇，全都是最新款彩妆哦。还是个资深装备控呀！根据当事人一贯精打细算的性格，可以排除报复性消费的可能。那么答案只有一个。他参与的是天猫双11活动，天猫双11官方正品折到底，百亿红包无限惊喜，万千好物省到底。答案很明显，没有人能对天猫双11活动不动心，所以我们这次的 offer 稳了。您好，有您的天猫快递。他这次的 offer 赚了。紧张吗？还好。OK。哎，景天，这个人是不是很眼熟？刘律。这是我们上一季的实习的律所。你好，各位实习生欢迎。哇，你看走道这个我这个飒。沈律师，你坐这边。好，各位实习生坐这边。思源老师就是很有人格魅力的。OK。首先欢迎大家来到今天工程，我是你们这一期课题考核的飞行代教刘思远律师。飞行代教，酷。我主要的业务领域是争议解决和合规，细分领域是证券合规和证券诉讼。你知道某个单独的知识点，它们排列组合在一起，你怎么样设计方案？你方案设计的越好，你越不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刑事程序往前走，是为了在民事诉讼当中得到一个重要的证据。我们希望你能够寻找并坚定自己的职业道路，并且一往无前地走下去，不忘初心，不畏浮华，挂云帆，济沧海。我们这次的考核课题呢，其实是有一些特别的，因为它涉及到跨境的问题，所以我非常荣幸能跟沈律师有本次的合作。我们也很荣幸能够接受客户的委托，负责本次课题境内的部分的法律考核。所以如果在境内部分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跟我联系。那你们昨天下午已经开始工作了，有浏览这个课题社交媒体的一贯信息吗？有看到对吧？触目惊心对吗？那为了更好的去了解这个案子的案情呢，我们在境内部分会做一项配合，我们联系到了一位投资者，这位投资者今天会来到今天工程跟你们见面，方便你们去接受你们的访谈，但是要考虑到照顾投资者的情绪，所以我们将会有2位实习生去向投资者进行访谈。至于派出哪2位，你们自行协商。我们为你们协调出了2个会议室，这2个会议室将便于你们分组办公。接下来我就会把你们带到2个会议室去。好，那我现在指引你们过来。
他没有一个字是废话，真的。你们在这等我一下。OK， 可以。那你们在这边，好吧？谢谢。好的，谢谢。我昨天晚上有写一份那个问卷。柳岩，这位女生是我们这儿学霸。看出来了，因为大家都避免跟他做竞争对。你刚刚想一些问题。OK。差不多是这些内容，但是可能要问的细一点。可以问一下他，可以加个就是这个受害者之前有没有跟投资管理公司有过什么合作或者投资？你说我们的委托人是对。那个付款可以问一下是什么 currency？ 问题我现在基本上想不到了。我在看那个内地的法律，需要什么信息才能够申请？其实主要就是第3大块，宣传材料与虚假信息那个我比较重要。没有想到是投资者这部分没有办法打配合。他是什么？每一组派出一个人？对，每一组派出一个人。你想去吗？还是？我既然昨天写的这个，要不我就去。可以啊。所以接下来罗老师跟洛欣要短兵相接了。是的。哎，我就要再看一下昨天的那个。哦，那个受骗的那个你最好更新一下。受骗的那个我用的是新的那个，我稍微改了一下。OK， 我发给你。好的。我又看了一下，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自己也比较想去问一下这个，因为我感觉前因后果什么的我也 OK 这样。对，因为我自己之前也上过那个法律谈判相关的课程啊啥的，然后也有过接待当事人的经历，所以就是看一下。但是这个，我主要是想着这个昨天晚上是我写的这个清单，所以说我可能会更了解它的逻辑一点。他们派谁去很关键。罗老师坚持一下，罗老师，前面几次碰到3兄弟的时候都，但文翰很少这么积极去争取，这倒是。前几个课题考核下来感觉怎么样？他们几个？整体来说还可以。其实如果是涉及到内地法的话，他们4位同学的背景是这样的 ，Marco 他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内地法的背景。但是另外3位同学都有内地法的背景，尤其是王文翰，他在前面普通法的课题里表现得没有太好，感觉他这课题好像充电了，蓄势待发。因为我也看了，就是整个我们不论是从昨天其实去问那2个当事人去试一下，其实我觉得我对整个事情其实也有了解了，这样就是整个的开端发展。他已经在努力争取了，这已经到了他的领域。对，因为是内地法嘛。感觉这个案子跟我之前处理过的一个有点像，它会涉及到就是广告法上的，然后包括涉及到对公司名称的误认的侵权的认定。香港我也没学，内地的我可以给你速读一下，我内地的学的还不错。相信我姐，我很想要 KPI， 也很想跟你好好配合好，都加油我们。那你必须得保证我写的清单里的每一个问题得问到。这你放心，我在该问的点我肯定会问到，然后包括不是该问的，那我们过一遍吧。既然你要想问的话，那我们过一遍。可以啊。OK 了，他相信对罗老师达成共识。诈骗事件全过程非常重要，就是这个是我们目前唯一能够了解到它的这个组织运行的方式了。就首先一定要了解它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这个海投平台的，因为这个渠道是可能会和后面它有没有做一个虚假的宣传，这个虚假宣传又会和像是否构成它是非法经营啊还是诈骗，就这些要素它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一定要问到。
然后法律策略分析的话，就是比如说在刑事责任追究上，就可能内地律师这边您下一步要负责向公安机关报案呀，然后我提供这个证据材料，启动一个刑事的调查程序，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协助香港的投资和证据材料，以及通过司法协作机制，然后来配合一个内地的调查。行政民事肯定是不够的，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我们肯定是要走刑事追究的一个问题的。对。然后他为什么相信这个平台，并且决定投资，这个也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会涉及到他有没有对香港公司那边的一些侵权的行为。然后发展的话，一个是平台的运营主体资质，因为投资者知与不知会影响到平台它将来入罪的一个问题。然后下一个就是他是否会签订投资协议，比如说他这个协议里面有没有强调说自负盈亏，然后你要问投资者在投钱的时候，他是不是了解一个平台盈亏的逻辑，还是说他其实明知这个平台是有可能输的，就是这一点很关键。然后他有没有个额外的奖励机制，这个其实是想看他有没有这种成为一个传销组织的这样，比如说你拉客拉更多的人，可以获得更高的一个杠杆或者收益率。我觉得我们尽量把就是整个谈话的主动权给尽量掌握住吧，然后能展现出来我们自己的逻辑，不是说东问一个西问一个问题，我觉得就 OK。想这么细也厉害，就是倾囊相授了。他每个问题背后的出发点、思考的整体的线条，全部跟他沟通了。投资人来。哦，要去了。接下来文翰，蓄力一击。录音的话，咱就通着电话。加油，加油！这个细节蛮好的，但不知道允不允许。您好，你好，您住深圳哪儿啊？过来时间久吗？平时我还是住在老家的。哦，辛苦了。我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你看可以吗？啊，好的，好的。我们是那个香港投资公司的律师，然后我是王文翰，这位是我的同事洛欣。然后我们今天也是接到投资公司的一个委托，来向您做一个这个受害情况的了解。哟，他先说，上来就先发制言，就好像他掌握了主导权，但是文翰在这方面还是一直很会的。是的，因为我们可能需要后续也会对我们今天的绘画的做一个记录，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录音，您看可以吗？有录音，提前告知了。对话的内容是绝对保密的，所以您可以放心。啊，好的，好的。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双方都是受害者。您损失了您的钱财，而我们公司呢，在我们的商业信誉上其实也有所亏损，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尽可能多的让您回忆起来一些就是具体的受骗的一些细节。啊，好的，好的。行，那要不请您先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包括您的年龄跟职业，以及目前的这个经济收入状况吗？我叫陈正芬，就叫我芬姐吧。哦，好。是这样，我是湖南益阳那边一个小县城的一个退休老人。是这样子的，我当时也是我们一些这个退休的小姐妹嘛，有一天就是聊的时候，有一个小姐妹就跟我说，她说：“芬姐，我告诉你哦，我现在找到一个发财的路子了。”哎呦，我说都退休了，一个老人家还能有什么发财的路子啊？他就说：“真的嘞，那是什么东西？你可以给我看一下吗？”然后他就把那个手机一打开，他说：“这个叫做什么海投的基金，他说你搞一点钱下去，买了它，你就能赚到就是很高的那个回报。”我就给我这个在深圳的女儿就打个电话，发给她了，她就说：“她说妈妈呀，这个东西搞不得了，这个是个骗人的东西。”我说：“那你说不搞就不搞了哦。”后来他们有几个小姐妹可能也投了，2000、3000、5000的不等。您身边已经有小姐妹是往里面投钱了？投了，他们告诉我，幸亏你没投的，说芬姐，现在我们的钱提不了现了。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说什么每天去打卡呀、分享啊，搞什么东西都能拿到钱吧，好像是。他说现在拿不了了，进不去了。这个打卡分享能赚小钱，这个您还知道一些更多的东西吗？他们也没说仔细。他们只说芬姐这个可以嘞，每天你来打卡，就是每天去报道一样的吧。对。他说然后浏览一下，分享一下，按照你的投资或者按照你分享的次数吧，有一点那个分点钱给你，是辛苦费一样的那种。
明白。然后我们也是，就是对您的这个遭遇，我们觉得说，那既然您没有钱财损失，我们觉得那我们也会相对放心一些。那我们可能有关于就是您说的这个海投的这个平台，我们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想问一下您。在您当时通过这个链接点进去之后，它是链接上直接可以去投钱吗？还是说有一个 APP 让您去投钱？就这个东西呢，你看一下。哦，都是网页链接。是网页链接。那我想问一下您，当时您投资的时候，比如说您投的这个平台其实是叫海投嘛？那您为什么会认为说，哎，它跟我们这个投资公司它会有关系呢？是啊，她那时候小姐妹说，看到我有一点犹豫，她就说：“哎呀，你放心啦，我们这个是海投，是香港的公司嘞。”她说：“好大的公司，我也不懂。”就这样子，好像还有是的，给了我一些资料，我女儿要我带过来。本来我都不想来，我女儿说：“你去协助一下人家的工作嘛，你们带过去吧。”我也不要了，我也不搞这些。我看您给我们的这个资料里面有好多都有这个标志，是不是？是的，就是这个一样的标志，很像，是不是？是的。那除了就是您朋友跟您讲到说这个背后的公司其实是一个香港的公司，那您在您看到的这个链接或者这个 APP 网页这些有没有看到就是投资公司这样的字样呢？哦嘞，在这里。这个界面其实我们之前也有看到过，就是有没有现在您还能进这个界面吗？或者说之前您当时投资的一些界面您还有？进不了，进是进不了。这个就是您存的一个图片，就是以前存在这里的。然后我们看到这里写您的总资产，这里它还是有，就是您还是有往里面存钱吗？还是您注册这个账号它就有8块钱在里面？就只注册了，它有一点钱引诱你这样的意思。就一开始您一注册，它就有那么几块钱在里面。现在我们那些小姐妹她也进不去了。那像就是比如说您小姐妹推荐您来，您有知道除了您小姐妹之外，比如说是谁推荐给您小姐妹的吗？那我不知道，这个您就不清楚了。我也没那么多闲工夫去问他们这些东西。明白。那像比如说您在就是真正去投钱之前，像您小姐妹给您宣传的啊，你投多少钱进去能有多少钱的一个回报，她有给您提到吗？提了，他也不知道是多少，这个数字我们都不会说，因为我们都没什么文化的。他就说，你看我今天早上投1500进去，晚上我看了就跟我分了600块，1500能得600，觉得就已经很多啦，是吧？它又多又快啊，而且又快，这么快，早上投进去就，哎呦，我说这是什么公司啊？这个像捡钱一样的。对，我其实也有一点点的心里有一点点怀疑，不相信，加上又进不去，我就说女儿，你看看能不能搞，是不是真的？对，不要被别人骗去了。那像比如说您当时准备投的时候，您有看到这个页面上要您去签一个，比如说投资协议或者怎么样的东西吗？我不记得了，因为我点的时候搞不进去，我很烦躁。那我们还是想接着去问一下，您有具体了解说它是怎么样一个投资理财产品？它具体是投向了什么地方？那我没了解，因为我注册没成功，我这些细节我不知道。我还想问一下您，就是关于这个整个这个事情，您还记不记得说当时页面的更多的一些信息，或者说您在整个过程当中还听到一些其他的关于这个海投公司，关于这个我们的这个投资管理公司？我女儿叫我不搞以后，我就不跟他们聊这些东西了。哦，行。那因为其实现在像您说的，您也是由于女儿的提醒，其实您也没具体去投钱，您也没有一个金额的损失。那这边可能您后续如果说还能回老家那边，就是提醒一下您身边的那些小姐妹，尤其是投了钱的，其实可以去向公安机关做一个报案处理。好的。你这边还有什么别的？我这边也没有其他的问题了。对，非常感谢您今天抽时间来这边。不客气，这也是应该的，因为我知道一点点这个东西告诉你们，只不过很遗憾，我很多细节我就没有，已经很有帮助了。对，所以真的非常感谢你。你没什么的话，那我可以走了，不对？啊，好的。那就说明他准备好的问题，他几乎已经全覆盖了，准备充分，太好了。那说明罗老师准备的提纲真不错。对，罗老师提纲也融合了文翰自己头一天晚上准备。是的。黑芬姐，好了，拜啊！好，谢谢啊，打扰你们了啊！谢谢您。好。回来了。
我听了，我觉得 OK。耶，漂亮，得到罗老师的肯定，得到罗老师的肯定。终于笑了他，刚才都很紧张。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用，它的那个界面我们昨天查到了，但是这些东西我验了一下，对，有一些还是挺有用的，我直接把原件拿回来了。我今天听下来，我觉得不知道是因为咱们就是抓住了我们的逻辑，还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整到这些点。反正我们说的一些点，可能也对他们有一定的提醒作用。但没办法，你不能不问呀，这个也是一个环节嘛。你觉得我们把这个环节做好呗？对啊。还是给了很多有用的信息的，就是给您看一下，我发你2个文件嘛，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当时的资料。我可以看哪些是你说，哪些是王文涵说的。你可以看，你可以看多数都是他说的。看到。就基本上都是他说的，因为他一开始就说了他要问问题嘛，所以中间基本上我们要问的问题他也都问了，确实都是那些问题。没关系，对，没关系，因为其实我们只要有这个回复就可以。厉害厉害，冷静。挺难的。对，因为这种资金盘吧，你抓了一波，然后源代码又被卖掉了，然后换了一批人接着操盘，常常都是这样。对，野火烧不尽的那种感觉，挺难的。如果这样的话，有可能在香港真的没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内地的情况如何？内地呢，首先就是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啊，行政、刑事、民事上肯定都有责任。对。但问题是你采取什么样的路径，能够最高效、最有力的去达到客户的一个商业目标，就让他停下来。你民事告他不怕呀，你第一个人你找不到，你就告不了。行政也是，你找不到人，而且行政机关它不像说公安机关，我能够有人身控制，所以就直接这个案子，虽然我们在行政上、在民事上可以去分析，但这个案子最好的路径肯定还是控告、报案。如果这样的话，有可能我们需要跟学生，说清楚，就是也看一下那些受害人他们可以做什么。对啊，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有可能做这个法律检索就比较容易一点。你看啊，如果是委托公司作为受害人，然后被害人他在境内他可以报案的。他如果报案的话，他以什么样的罪名去报案？他如果作为受害人，在境内一个罪名适合他就是假冒注册商标罪。但是呢，作为普通公民，你都有举报的义务嘛。举报的时候，你可以说他是涉嫌集资诈骗也好啊，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也好啊，你可以以这些罪名去做一个举报，对吧？但他身份就不是被害人了。对，被害人的力度肯定还是更强一些的，对吧？但如果说这件事情我们能够联系到投资者，然后客户为了解决他声誉上的问题，他也愿意付出一些成本去协助这些投资者，那么以这些投资者的名义去报案的话，他直接是集资诈骗或者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受害者，这个力度在公安面前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被害人这个身份我们还是要抓住的，而且你抓住被害人的身份，你可以更好的釜底抽薪的解决客户的问题。我自己是觉得你做这个案子，你肯定首先考虑客户的合法权益的保障嘛。但是你在保障客户合法权益的基础之上，你如果还能去看看这些受害人，然后帮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怎么样的尽可能的啊去维护他们的权益，我觉得也是社会公益的一部分。也是。你可以看一下录音的内容，然后帮我把那个录音的内容的东西总结一下嘛。我要把假冒公司在其他网站上的那些东西写进事实里面。好。那我们这一会儿就先分开整吧。OK， 因为我觉得咱俩不要就是现在讨论的话，因为我们听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好，然后就交叉一下。对，好棒啊！他这边有同步打电话，所以他已经全听过了。是的，很节省效率，都还行，因为这边需要的答案不都有吗？可以。OK， 看看他们明天怎么样吧。我对他们都是有信心的。哎呀，我们去吃饭。哟，老师瞬间温柔了，一说吃饭之后。我们吃火锅可以吗？可以啊，当然可以了。那个，您能吃辣吗？可以。多辣都能接受吗？那就不是，但是可以吃辣。可以吃辣哈，行，那不我们就点个鸳鸯，对吧？我想大家吃个重庆火锅。好的，可以。因为在我看来，就是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有就2顿。可以。我们喊小朋友们一起来。OK。
可以下班啦。真的吗？吃火锅，我的老天爷，好久没吃火锅。一起吃火锅、点奶茶这些，特别增加团队的凝聚力。是。但是呢，重油重糖的一餐过后呢，就特别适合用 Olay 超抗小白瓶，可以一瓶抗糖、减黄、减暗沉，皮肤真的变得超白、超亮、超嫩滑。太棒了！来，大家一起点。嚯，这跟喜宴似的，扫码点餐，那么吉祥啊！可以接你那个吗？不要点，可以接你，谢谢。叫姐啊？什么？叫姐，叫姐。姐。辣我们可以选微辣。微辣嘛，对吧？微辣我应该可以的。对，微辣你可以了哈，突然自信了是吗？微辣没问题。真的吗？真的，微辣没问题。质疑了一下。应该可以的。这个呢？这个可以。你真的好奇怪，你是香港人吗？对啊。他选的全是鸭血、大肠和猪肝。他是香港人。是这样，就是对，你香港人哈，但是你点的很是标准的重庆的。真的是。但我吃不了辣。火锅不是。标准的重庆火锅。我不吃那些。你不知道？我不吃牛肉最好。我也是。你们中午吃饭也挺早的吧？其实今天已经算好了。对。真的。因为我们经常不吃中饭。太可怕了。你应该知道的，刘律师。但我们那一届是吃中饭的，而且我们会卷中饭，就是文婷懂面那种。哦，这还有每届的特点。我们经常组夜宵局，就是10点以后吃。哎呀，我觉得夜宵的太容易胖了，还不如规规矩矩吃中饭。所以我每回沈大壮看我们吃饭都会说，你们要多吃一点，下一顿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上顿没下顿是吧？哎，这位姐姐不上班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啊，多好啊，可爱。生活中很平易近人，可爱，对，很可爱。哎，我突然有点好奇，就是像那个沈律师跟刘律师，你们会追星吗？我很追星的，我很追星的，因为我看综艺啊。我会看很多的综艺。我就想起来之前我们团队的一个合伙人，他真的是表面上看上去就是非常严肃、非常严厉的那种女大律师。然后就后来有一天，我们偷偷扒到了他的微博小号，然后就发现他真的是一个特别追星的人，真的很好笑。你想象他写法律文件什么是那种样子，然后理性对，然后他在微博上发现我们家什么什么，就是去控评，就特别搞笑。还去控评，我天哪！就是我以前跨年的时候，经常约上朋友一起去跨年。然后去看跨年晚会，有一年江苏卫视跨年是演唱会，我也想看。我看到你的眼睛已经亮了，小眼睛已经亮起来了。然后我其实听演唱会听的很多，我一年可能要听5、6场演唱会，但是我很少去听盘。但跨年的时候去听盘，质量又很好，对吧？然后天，那也太值了。都是天皇巨星那种啊，那挺特别爽。所以你现场听了天天单依纯的《陶喆》，对不对？我单依纯听了，他来了。但你有多爱啊？很爱。那你今年看过谁的演唱会？我今年看了莫文蔚，看了那个梁静茹，看了西城。哇 ，Always Live。西城你不知道了吧？哎，超过你的年龄段了。哎呀，代沟一下就显出来了呢。你是知道的。我不知道。老师只知道分成。我真不知道。英文名你可能知道 Westlife。哦 ，Westlife 我知道。哦，就这个。哦。他的我不知道他的 OK。那是语言问题，不是代沟问题。我心里舒服很多。
是语言问题。哎，我要问个问题啊，当着沈律师的面，你们都想未来做大律师吗？上路。哎，已经做到第6个课题了，对吧？也广泛的尝试了一下了。好奇这个问题的答案吗？OK， 你们可以开始了。想做。你还是想做大律师？想做，但是如果没有大律师要我了，那我就回内地做公益律师。公益律师不错啊。就这2种选择。公益律师也是诉讼律师，在诉讼方面。反正就是你就会坚定的去做诉讼律师，对吧？对。我确实感觉诉讼比非诉有意思太多了。其实就是广泛的尝试，然后你就知道什么适合你。你不是问我说是不是在毕业的时候就想清楚了，说自己要做诉讼？我说我毕业前就想清楚了嘛。我当时从大2的上学期的寒假开始，我每一个寒暑假，我要么就在考证儿，要么就在实习。然后我把非诉啊、诉讼啊，然后检察院啊、法院啊、政府法制办，我都转了一圈，全部实习过了。这样我就很清楚说，哎，哪种工作的内容我自己最喜欢。所以我毕业的时候就特别坚定，说我就要做律师，而且我就要做诉讼律师。就这个不是一个盲目的热爱，而是你试过之后，你知道，哎，哪种的生活状态是你最喜欢的，而且是你最能够扬长避短的。我之前毕业的时候，我也很想走一个特别快的职业 track， 但是我后面就是做着做着发现，自己还是不想很快就在某一个领域下固定下，感觉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去探索。就是向您问一下，就是如果是这种情况，您觉得会有点浪费时间吗？不，我觉得快与慢，没有哪个是标准答案，关键在于你自己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如果你想我是想主打一个体验，体验完了之后我再去选择，这样我的面也铺得很宽，我的视野也很开阔，我最后选的匹配度可能会很高，我愿意去干一辈子，或者不干一辈子也没关系。到一定的阶段我可以再去选择换。如果你主打的是这样的一种价值观，你就这么去选。所以所有的选择 follow your heart 是最重要的。我当时就是想快，那我就走了这样一条 track， 我觉得挺好的。想快，不要浪费时间。因为我大学跟我关系最好的一个教授，他是在30岁才成为了律师，但是他后面就是做得非常非常好，所以在很多律所都当过合伙人。他就是说，他觉得年龄大的时候当律师是非常有优势的。还有一个就是阅历方面，就像沈大律师说的，其实当大律师阅历是很重要的。你说律师是不是一个阅历的？我觉得律师是需要阅历的，但是阅历这个东西，你要看你放在哪个维度去比较它。你要是说我不急，我从30岁开始做律师，我6年的律师的积淀，我跟你一个30岁的，也是6年律师积淀的，我去跟你比，实战中。但是我不需要30岁的时候跟你30岁做6年律师的去 PK。所以你不要有年龄焦虑，你就可以在前面做很多的选择。你自己有年龄焦虑，那就遵从你自己的内心，选择一个让你有安全感的方式。其实这个特别对，在香港也有很多的大律师是second career， 就是他们是做了很多其他的工作。有些人是40岁，有些是50、60也有，才刚开始当大律师的。然后其实这些人有些
几点钟可以报啊？明天下午6点。洛姐，今天我请客，要什么自己选吧。那不得来瓶益达清爽一下？嘿，你的益达？不是你的益达。这不仅仅是我们的益达，也是我们的自在。这次课题那么难，当然要嚼益达，自在一下。有道理耶，薄荷未嚼完，思路灵感全都来了。哎，这里还有一个片装西瓜口味。哇，这是我喜欢的口味哎。我们嚼益达，心情也好一点。你那么喜欢，我拿多一点。走吧。这种火锅的感觉确实拉近距离哈，心就松弛下来了，是的就不是办公室里那种严谨的感觉。我们这儿要是摆上火锅的话，一边吃一边聊，对，弄一超长的筷子，谁先夹上？这样，就到时候我给你夹一个，互相夹嘛，我给小何夹，然后小何夹给我，对。现在也还来得及了。如果你说话怎么被重于附体啊？就有点重于的感觉了。OK， 他们刚才聊得很掏心窝子，聊了这种人生道路选择上的差别。是的，流律好像是一种路径，高效的、聚焦的，然后直奔主题。从大二开始，就所有法律相关行业全部都进行了实习，找到自己的目标，然后坚定地做下去。但也还有另一种，他们可能在各个维度上都开始耕耘，那最后到30多岁、40、50、60才到大律师的行业里，然后发起光来。这有2种不同的风格。各位在自己人生道路上更倾向于哪一种？一种就是轨道模式，一种是旷野模式。柳岩姐呢，是会给自己人生很多试错空间吗？今天才第一次听到试错这个词要讨论啊，因为我本来就是试错哈，活着就是啊，就是一直在试错嘛。就我不允许自己试错。真的吗？不可能。真的吗？你只要是心甘情愿想好了 follow your heart 的去做那件事情，你怎么可能认为结局是错的呢？怎么可能认为它一定会是一个不好的结果？他只是把错的、是错的，把它都当成是一个收获，对吧？对，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一开始是学医的，然后我后来去转做主持人，然后再去做演员。其实身边的人肯定会建议你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你不要跳出舒适区。可是好在的是，我身边没有人七嘴八舌过。我来北漂的时候，2005年12月2号，我来北漂的第一天，记这么清楚吗？我记得很清楚。哎呦喂！然后我当时就说，3年之内，如果我不能在北京养活我自己或者怎么样，我就回深圳。那时候是这么想的。哦，还是有一个时间底 deadline。虽然3年之后就是也没有成什么起色，但是我觉得我好像还能吃这行饭。就是也没有对错之分，然后就继续走下来了。你刚才说到那个3年要是出不来，我就回深圳，我就想到了我们上一季的黄凯，是他也下了这种铁律吗？他好像也说过一个类似，他说我到30岁如果还考不上，那我就安安心心了，我就做我的这个医生的工作。他考了5年的研究生，最后考上了清华的法学。哦，然后黄凯这个当时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就是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与其说愿不愿意。我感觉是你能不能够，就你有没有能力给你自己试错的空间。我打一个比方，我通过在比如诉讼律师的环境当中，这个赛道当中我已经累积了很多，但我发现我喜欢飞速，好，这个时候我试错了，我要转。但我这个试错的后果是我有可能需要我父母为我花费很多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我自己无法承担的时候，我就应该知道我没有能力承担这个试错的后果。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能承担后果的能力有多少，决定了你试错的空间有多大。所以这个它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明白。我有想到我自己刚刚谈恋爱的时候，这是能聊的吗？试多少个错呀？来，洗耳恭听。我想到我谈恋爱的时候，就跟我那时候女朋友，就现在的老婆嘛。哦，幸好是同一个人，才敢说，有道理。不是谈感情试错了，是说谈恋爱的中间的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个细节，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去汉口，我们在武昌工作，那时候没有手机普及，所以没有导航，所以每次去汉口都走错路。那个汉口那些巷子啊，有单行道的，然后那些巷子我们隐约记得永远会转错。下着雨，然后那个地方本来20分钟能到，总要走1个半小时。后来10几年之后，手机导航普及了，到哪里设导航，一步错路都没走过。但是你就不认识汉口这个镇了，
就我对汉口所有的印象都是我那些年走错路积累下来的。因为你绕，所以看见好多风景，是吧？你那看到全是意外，因为它都跟你想去的地方不一样，所以每一步它像一个人生地图会被亮，就这个城区在我这儿彻底点亮。但是后来永远目的地之后，你的眼光根本不往路边看，你永远只会听他说左拐右拐下一个路口，你会看那个手机上的模拟地图，你这里有一栋楼，那里有个高楼，你第一眼都不会看，因为你只会盯着那个导航的箭头了。这个城市在我面前的体感消失了。如果一开始给自己有特别明晰的一个目标的时候，效率一定是最快的，我不会走错路。但你会忽略了很多美好的风景。但是人生中间经历的那些人、那些事儿、那些情感，就迅速淡漠。我们刚才谈的是我们生活中的情况，跟刚才片中无关了，只是引申的一个话题。我们现在回到片中，我们来看看遗产纠纷案最终调解结果如何。是的，看一看。7点钟开始调解。第一部分呢，就是关于你们对于调解规则的介绍，全场的讨论。第二部分单独会面讨论，当事人根据第一部分他们会选择和哪一组先进行第二部分。如果他们促成了调解，那么这一组就会获胜。那第二组就没有机会进去了，没有进了。哇，所以第一部分就很重要。朱女士的立场就是按照母亲2024年的遗嘱，平均分配3姐弟。那份遗嘱我觉得是不成立的。你现在还好意思要那么多吗？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对，那份遗嘱在法律上是有瑕疵的。请问你什么证明那是无效的？你得的都够多了，这么一点你还跟我来争？我们是觉得我是在跟你争吗？你这不是跟我争吗？稍微冷静一下，大家。对，你小的时候是谁带你的？你都忘了是不是？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要掀桌了，我们这没法聊啊。直到30多岁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偏心这件事是真实存在的。哦，我的天哪，我真的，我就受不了这种。哇！ SVIP 用户每周4、周5中午12点更新正片，每周6、周日12点畅享加更和 Reaction 陪你看 offer。VIP 用户19点更新，每周1还有不定时加更等你来。周2、周3还有更多花絮预告，刷不停。991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自信每一面，带感赢 offer。本节目由百度帮阿达帕林凝胶赞助播出。 上知乎搜2025秋招季，和知乎答主一起畅聊职场。再一次挑戰我嗎？競技會在哪方？奔跑人群中，世界能屬我，交出每個爭吵的答案。無懼那一天可會踏破，精彩每一步，這一生痴心夢想，誰會在意它？奔跑人群中，世界能屬我，交出每個爭吵的答案。無懼那一天可會踏破，精彩每一步。 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议题辩论，畅所欲言你的观点。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至于成果娱乐、影视聚焦、环球在线、Do News、天意视讯、网易有道词典、中华万年历、未来之光、西庄竹的大力支持。感谢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